大家好，欢迎来到听书学史。今天我要给大家介绍由奥田昌子博士所著的《最快速的强化胃肠》这本书。不知大家的胃肠状况如何呢？有人说工作一多就会胃痛，是压力性胃溃疡的前兆吧？有人说便秘非常严重，有时候一周都无法排便，即使再忙，每天早上还是会坚持吃酸奶。还有人说早上挤满人的电车上经常肚子痛，去了厕所就会觉得轻松，是不是因为晚饭吃太多了？还有啤酒喝的也不少。如果你也有类似的想法，那可能还不够了解自己消化道的状况、胃肠问题的现状。在日本，患有包括胃肠在内的消化道疾病且正在接受治疗的人数不包括癌症约有950万人。如果将癌症计算在内，这一数字预计高达1010万人。在所有日本人易患的癌症中，消化道癌症的发病率最高。如今，在日本任何人随时可能面临胃肠不适的风险，这已经成为一种普遍现象。胃肠疾病多发的原因，那么为什么消化道疾病会如此普遍呢？原因之一，消化道功能复杂且精密，同时极为脆弱。消化道是与外界相连的管道中最长、功能最多的一部分，受复杂的神经网络调控，也极易受心理状态的影响，因此非常容易失衡和出现问题。最大的问题，我们对自己的消化道了解甚少，往往将问题看得过于简单。确实，消化道的问题有时会在不知不觉中自愈，但另一方面，消化道常常在病情严重到一定程度前只表现出轻微症状，因为消化和吸收对生命至关重要，消化道会默默承受压力，一次又一次的忍耐，直到问题变得难以收拾。为了在问题恶化前察觉到消化道的不适，掌握基于最新医学研究的知识是非常重要的。希望通过本期视频和这本书，能帮助大家了解关于消化道的真实情况。本书的2个核心内容，今天视频的内容包括以下2个部分：第一，最伤胃肠的生活习惯；第二，最快的强化胃肠的健康习惯。这2个主题都非常重要，请一定看到最后。接下来我们就马上开始吧。一线胃肠伤害的最坏生活习惯。在日本，有许多不经意间会伤害胃肠的生活习惯，其中一些可能会导致胃癌。今天我们将挑选出5个常见的、容易犯的习惯来讨论。首先要介绍的是喜欢吃辛辣食物的习惯。您可能听说过，吃辣椒多的人更容易得胃癌。根据在墨西哥进行的调查，墨西哥人常用辣椒做菜的情况下，吃辣椒较多的人比那些不吃辣椒的人，胃癌的发生率高出1.7倍。辣椒中的辣味成分辣椒素，少量时能促进胃黏膜的血液循环，保护黏膜，但如果大量食用，会刺激胃黏膜，造成损伤。研究人员指出，辣椒应该仅作为香料，适量食用即可。如今，日本也掀起了辛辣热潮，许多拉面中大量使用辣椒。偶尔吃这些辛辣食物可能问题不大，但如果你每天都吃这种食物，最好减少频率。同时，胡椒和生姜的辣味成分也有类似的作用，过量食用可能对胃黏膜产生不良影响。如果您常常使用过多的胡椒或生姜，今天开始就要注意了。接下来我们要讨论的是喜欢吃热食的习惯。有很多人认为热食容易导致小肠癌，您可能也听说过，吃热食时感受到的热度仅限于食管和喉部，胃、小肠和大肠并没有感知温度的神经，所以这些部位并不会直接感到食物的热度。虽然我们喝热茶时会觉得腹部变暖，但那只是消化管周围的组织感觉到温暖，胃和小肠并不会直接感受到热量。因此，我们常常会不知不觉地一口气吞下过热的食物，但这种习惯会对消化管造成伤害。您是否听过茶粥这道来自关西地区的传统料理？它是将米和烘焙茶混合煮成的粥，已有300多年的历史。过去，热乎乎的茶粥在一些地区曾被认为与食道癌的高发相关。
并非茶粥本身有问题，而是食物过热时直接吞下，导致食道黏膜受损，从而可能引发癌症。热食会烧伤食道黏膜，黏膜细胞为修复损伤而过度分裂，这样就可能会产生异常的基因，最终增加癌症的发生风险。因此，喜欢吃热食的人应该等食物稍微冷却后再食用。接下来，我们讨论的是与日本饮食文化中常见的高盐饮食相关的习惯。过量摄入盐分会增加胃癌的风险。根据一项历时10年的大型调查，盐分摄入量越高，胃癌的发生率也越高。与盐分摄入最少的群体相比，摄入最多的群体胃癌的发生率最高，可达2.3倍。特别是男性，盐分对胃的伤害更为明显。盐分会刺激胃黏膜，造成损伤，使胃更容易受到有害物质或幽门螺旋杆菌的侵害。另外，咖啡因和咖啡中的苦味成分绿原酸也可能刺激胃黏膜，增加胃酸分泌，导致胃黏膜损伤。尽管近年来许多人因咖啡的健康益处而增加了摄入量，但我们也应当注意，过量的咖啡摄入可能会带来不良影响。根据欧洲食品安全局的建议，成人每天的咖啡因摄入量应不超过400毫克，约为4至5杯普通咖啡。然而，咖啡因的影响因人而异，尤其是亚洲人群，许多人携带一种基因，使他们容易对咖啡因产生不适。对于亚洲人来说，最好适量减少咖啡因的摄入，保持饮食平衡。我们要讨论的是自行服用止痛药的习惯。许多人认为胃溃疡或12指肠溃疡主要是由压力引起的，但现在研究发现，幽门螺旋杆菌感染和止痛药的使用是导致溃疡的主要原因。实际上，止痛药引起的胃溃疡可能在没有明显疼痛的情况下悄然发展，导致溃疡恶化，甚至引发严重并发症。因此，如果感到不适，最好先咨询医生，而不是自行使用止痛药。最后，饮酒习惯也是影响胃肠健康的一个重要因素。适量饮酒能够促进消化，但过量饮酒则会引发诸多健康问题。酒精会在小肠被吸收，进入血液，流向肝脏进行分解，过程中会产生有害物质。这些有害物质通过血液循环，可能导致大肠、乳腺等部位的癌症。研究表明，男性每天饮酒超过1盒约150毫升日本酒的人，其大肠癌的风险是完全不饮酒者的2倍。因此，饮酒时要适量，避免过量。食物过量引起的脂肪肝比饮酒引起的脂肪肝更为危险。研究表明，约有1/5的脂肪肝患者肝脏损伤进展，可能导致肝硬化或肝癌的发生。此外，油腻的食物还可能增加患大肠癌的风险。脂肪被摄入后，胆囊中的胆汁会分泌到12指肠，帮助消化脂肪。当大肠中有大量有害菌时，这些胆汁在完成消化任务后会被分解，产生与癌症相关的物质。因此，含脂肪的食物不仅可能引起脂肪肝，还可能增加大肠癌的风险。近年来，由于糖质限制饮食的流行，许多人开始大量摄入脂肪。然而，任何食物摄入过多都可能成为毒药，过量摄入脂肪同样需要注意。此外，最近有一个有趣的发现，那就是一个人的血型可能会影响他更容易患12指肠溃疡或胃癌的风险。研究表明， O 型血的人患12指肠溃疡的风险比 A 型血的人高出1.4倍，而 A 型血的人则比 O 型血的人更容易患胃癌。简而言之， O 型血的人更容易得12指肠溃疡，但相对来说患胃癌的风险较低。日本人普遍具有易患胃癌的遗传基因，而 A 型血的人尤其需要注意。决定血型的基因不仅在红血球中起作用，还在包括12指肠在内的许多体内组织中发挥作用，因此它可能与某些疾病的发生有关。除12指肠溃疡和胃癌外，还有报告指出 B 型血的人比 O 型血的人更容易患胰腺癌，风险高出约1.7倍。AB 型血的人比 O 型血的人更容易患脑卒中，风险高出约1.8倍。
然而，十二指肠溃疡与癌症和脑卒中相比，生命威胁较小。从这些研究结果来看，O 型血的人似乎最为强大。然而，研究者普遍强调，生活习惯对疾病的发生影响更大。因此，无论是 O 型血还是其他血型的人，都不必过于担心或乐观。我们应该参考今天的视频，改进自己的生活习惯。总结来说，避免过度食用辛辣食物、过热的食物、过多的盐分、过量饮用咖啡、不自行服用止痛药、不过量饮酒，以及避免过多摄入脂肪。虽然这些看似常识性的事情，但它们对于改善生活习惯至关重要。希望大家能够关注这些问题，改正不良习惯。接下来是第二部分，关于如何快速强化胃肠的健康习惯。现代人的不良生活习惯使得胃肠系统严重受损。那么，如何让我们的胃肠恢复健康，变得强大呢？今天我将分享4个可以帮助您快速强化胃肠的健康习惯，请集中注意力，听完这段内容。首先要提到的是牙齿清洁。我们应该清楚认识到，消化系统的入口是口腔，口腔内大约居住着500种细菌。如果正确刷牙就没有问题，但如果存在刷牙遗漏，就容易引发牙龈炎症，导致牙周病。而牙周病的发生，可能影响到我们咀嚼的能力，从而给胃肠带来负担。此外，牙周病如果进入肠道，会导致肠内细菌的平衡被打乱，进而影响肠道的屏障功能，使细菌源性的毒素进入血液流通。这一现象也逐渐被发现。然而，情况并不止于此。最近的研究表明，导致牙周病的细菌从口腔进入全身，分布到各个部位，释放出强烈的毒素，从而损害健康。例如，在肺炎患者的肺部检查中，经常发现牙周病菌。接下来是心肌梗死。当牙周病菌随着血液流动进入心脏时，它们会在心脏的血管中定居，释放毒素并加速动脉硬化的进程。因此，患有牙周病的人，患狭心症和心肌梗死的风险较高。还有一个方面是认知症。在认知症中，脑血管会出现动脉硬化，而在显微镜下观察这些缺陷时，可以看到牙周病菌大量进入血管壁。牙周病菌可能加速动脉硬化的进程，最终导致脑血管破裂。脑出血的发病率是正常人的14倍。也就是说，牙周病对全身健康的影响是深远且严重的。预防牙周病的基本方法就是细心刷牙，用普通牙刷认真刷牙是非常重要的。虽然电动牙刷已经普及，但日本牙周病学会指出，仅用电动牙刷清洁口腔的每个角落是困难的，且过度使用可能会导致牙齿的过度磨损，因此建议使用普通牙刷。此外，唾液具有杀菌作用，因此餐后应慢慢咀嚼，仔细进食。牙周病的细菌以糖分为营养源，产生粘稠的物质，附着在牙齿和牙龈上，因此总是吃甜食是绝对不行的。仔细咀嚼，认真刷牙，偶尔去牙医那里检查，这些简单的做法就能预防许多疾病。因此，不做就是错过了健康机会。请从今天开始养成预防牙周病的刷牙习惯。此外，和牙周病一样，不能好好咀嚼的口腔溃疡也需要注意。如果发生口腔溃疡，应漱口，保持口腔清洁，能加速愈合。漱口效果会在2至3小时后减弱，因此白天时要定期漱口，避免懒惰。现在口腔健康已经做好了保障。接下来我们来讲解一下健康饮食习惯。慢慢咀嚼，保持正确的姿势进食，这是我们常说的健康法则。尽管看似简单，但却非常重要。高龄者最需要注意的是误吸。由于年龄增长，吞咽反射可能不再适当发生，再加上牙齿不好、咀嚼力差、唾液量减少，容易导致误吸。当老年人吃得过快时，吞咽反射跟不上进食的速度，食物容易进入气管，甚至进入肺部，引发肺炎。
这个吞咽能力从40岁开始就会逐渐衰退，尤其是男性，吞咽时需要更强的力量。我们需要时刻保持慢食、细嚼慢咽的健康意识，尤其是在吃饭时，注意姿势，驼背、哈腰和抬头会让食物更容易进入气管。要保持背部挺直，下巴稍微收起，这样食物更不容易卡住。接下来，我们还要谈一谈睡觉时的姿势。大家睡觉时喜欢仰卧、俯卧、侧卧还是左侧卧呢？每种睡姿的观点不同，但为了增强胃肠的力量，仰卧或左侧卧是比较理想的。最好的睡姿是仰卧，身体上半部抬起45度。如果有可调床头的床最好，如果没有，也可以用枕头、靠垫或卷起的毛毯将肩部稍微抬起。右侧卧可能会让胃酸容易逆流，但综合考虑，左侧卧较为理想。不过，由于每个人的胃部形态和位置有所不同，胃酸是否会上升也因人而异。因此，您可以通过实际试验来判断哪个睡姿对自己最舒适。如果发现胃酸上升，可以根据自己的感受调整睡姿。最后一个健康习惯是通过食物增强胃肠功能。在胃不适时，我们通常听到吃容易消化的食物这句话。其实准确来说，胃并不参与太多消化工作，脂肪和碳水化合物几乎不消化，主要负责的是消化的预处理，分泌胃酸，并通过蠕动将食物搅拌成糊状。搅拌时间较长的食物包括脂肪较多的肉类、鱼类和富含纤维的食物，因此胃不适时应避免摄入这些食物。在肠道活化时，常见的食物纤维丰富的食品也应该避免，除非胃部没有问题，否则应主动摄取食物纤维，特别是在便秘时。此外，食物纤维分为水溶性和不溶性两种。水溶性纤维可以吸水形成胶状物，防止大便过硬；不溶性纤维则增加大便量，刺激肠道蠕动。对于压力引起的便秘，不溶性纤维可能无法改善便秘，反而会引发腹痛。因此，在此情况下，应该多吃水溶性食物纤维。总体来说，正确的饮食习惯和均衡的纤维摄入有助于肠道健康，避免偏食不溶性食物纤维。食物纤维对那些没有便秘但感觉肠道不适的人也有帮助，能够平衡肠道菌群并增强免疫力。这款益生菌食品被认为通过改善肠道菌群的平衡，能够带来有益的效果。里面含有的微生物被认为对健康有益。确实，益生菌本身对肠道环境可能有积极影响。然而，当从市售产品中摄取益生菌时，是否能够达到广告中所宣传的效果，仍然存在很大疑问。肠道细菌在大肠等部位总数达到数百兆个，然而即使吃掉400克大包装的酸奶，里面的益生菌也只能增加约40亿个，这仅占肠道菌群总数的0.004%，远远不足以改变肠道环境。即使是现在很流行的养乐多1000，它还有1000亿个能够活着到达肠道的乳酸菌白化株，这个数量仍然无法达到肠道细菌总数的0.1%。更何况，绝大多数益生菌在2天到1周内就会被排出体外，这是因为肠道细菌之间存在激烈的生存竞争，连益生菌之间也在争夺食物。作者表示，在实验室里培育出来的温室栽培的温和益生菌几乎不可能替代原本存在的野生益生菌，夺取生存空间。与其这样，不如更可靠的方法是提供丰富的食物纤维，帮助那些在激烈竞争中存活下来的强大益生菌生长。通过充足的食物纤维摄取，整个大肠中的益生菌会以食物纤维为食，迅速进行分解。食物纤维的分解产生的多种有效成分，人类可以利用这些剩余的营养。虽然水溶性食物纤维被认为比不溶性食物纤维对增加益生菌的效果更好，但不必过于关注细节，积极的摄取食物纤维。只要保持这个习惯，您的肠道环境将会迅速改善。当然，正如之前所提到的，当身体感觉不适时，需要小心谨慎。
但在其他情况下，应积极地摄取食物纤维。总之，意识到这4种健康习惯，大家也一起加油，让肠胃尽快变得更强健吧。最后，我想通知大家一下，我们还有一个新频道——学识 Plus。该频道将每天提供更为精简的视频内容，并增加有关论文等相关有益知识的解说。如果您感兴趣的话，请通过概要栏中的链接进行查看并订阅。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节目。如果你喜欢我们分享的内容，记得点赞、订阅并开启小铃铛通知，第一时间获取我们的更新。在下次的节目中，我们将继续为大家分享更多有益的书籍。再次感谢大家的支持，我们下期再见。